通知廚房。Yo， 大家好，我係通少，歡迎嚟到通知廚房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點樣整日式拉麵叉燒。雖然佢個名都係叫叉燒，不過同中式嘅叉燒做法係完全唔同㗎。今日我就分享一下我嘅做法俾大家參考下。整呢款日式叉燒，我哋要將豬肉捲起綁實。如果覺得豬肉喐嚟喐去冇信心做得好，或者從未試過做嘅話，我建議大家跟我一樣，喺砧板上面先鋪一兩塊嘅保鮮紙，然後我哋將嚿豬肉好似包壽司咁樣將佢捲實，再用保鮮紙包實佢。做呢款日式拉麵叉燒，我哋需要用到五花腩，但係豬皮同埋豬皮下邊嘅脂肪係唔需要嘅，所以買嘅時候不妨叫啲豬肉阿哥同你切走佢。如果你冇呢啲豬肉阿哥幫你手嘅話，咁唯有你親自用把刀切走佢。將保鮮紙左右兩邊不停收緊，令到保鮮紙收窄，將豬肉紮實佢。之後就放喺冰格度雪佢大概20分鐘，令到佢變硬。豬肉依家雪硬咗之後，我哋就拎佢出嚟，將保鮮紙拆走，然後再用繩將佢紮實。要將豬肉用繩綁實佢，其實有好多方法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用大概8條嘅細繩，每隔一寸就用條繩綁一個圈，打個結，將豬肉紮實佢。而我用嘅方法就係將一條好長嘅繩對接成為一個繩圈，然後將繩嘅尾部穿過繩圈，喺豬肉中間嘅位置紮實，然後將繩分開左右兩邊，每隔一寸位就綁一個圈紮實佢。呢個步驟非常之緊要，絕對唔可以心急。我哋要耐心少少，將豬肉確保完全紮實。豬肉紮好咗之後，我哋用大火將個鑊燒熱，落大概1至2茶匙嘅油落去，然後就加入豬肉，之後再放埋薑片同埋蒜頭，同佢一齊爆香。我哋要耐心少少，將豬肉嘅4面都煎到金黃色。當豬肉煎到4面金黃靚仔晒嘅時候，就可以加埋葱段同埋照燒汁落去，用大火將佢煮滾。當個汁滾起咗之後，我哋就好似燜牛腩一樣，先用大火將佢燜10分鐘，然後轉細火再燜佢40分鐘。然後再重複呢個步驟多一次。如果你想個叉燒比較腍身啲嘅話，甚至要將呢個步驟重複2次或者以上。而最慳水慳力嘅方法就係用智能高壓煲去整，將煎好嘅豬肉放喺煲入邊，加埋煮滾咗嘅照燒汁落去，然後就用高壓將佢燜35分鐘。當然唔同牌子嘅智能高壓煲，無論喺功能、熱力、烹調嘅時間都可能有分別，你要按照翻自己本身部機嘅性能作出調校。無論你用邊一個方法去煮都好，當豬肉燜好咗之後，就將豬肉放喺一個器皿入邊，然後就將啲汁隔渣倒入去浸住個豬肉，要確保啲照燒汁要浸過嚿豬肉㗎。如果唔得嘅話，就要改用保鮮袋，因為保鮮袋可以將多餘嘅空間壓縮減少，即使汁料唔係太多，佢都可以蓋過成嚿豬肉。然後將豬肉放喺雪櫃入面，雪佢6個小時甚至過夜，等佢更加入味。拉麵叉燒雪好咗之後，喺食之前要將綁住佢嘅繩剪走。然後就將拉麵叉燒切成薄片，你要食幾多塊就切幾多塊。切剩嘅拉麵叉燒可以放返喺照燒汁度，再放返喺雪櫃度雪住佢，大概可以保存1個星期左右。切好嘅拉麵叉燒喺食之前，我哋用一個平底鑊將佢兩邊煎到金黃，等佢嘅豬肉嘅香味釋放返出嚟。而大部分嘅餐館通常都唔會用平底鑊去煎，佢哋會直接用火槍將兩面燒靚佢。
如果你屋企有火槍嘅話，你都可以咁做，咁就唔使煎佢咁麻煩啦。呢款叉燒用嚟簡簡單單送個公仔麵，又或者鋪上飯度做個叉燒飯都非常之唔錯㗎。或者用少少時間煮個日式湯麵出嚟，再將燒好嘅叉燒鋪上去。自己整嘅日式叉燒拉麵可以隨自己嘅喜好，將佢切厚啲又得，切薄啲又得。你要食多塊都唔使額外收費。塊叉燒真係香濃嫩滑，非常鬆軟，仲有陣陣照燒汁嘅香甜味道，真係好一級棒。おいしいですね。日式拉麵叉燒一啲都唔難整，我諗最令人卻步嘅步驟可能就係綁豬肉嗰部分。不過其實練多幾次就唔會有問題噶啦。材料份量已經係熒光幕度，或者你可以去上述嘅網址重溫。有問題嘅話，歡迎嚟到我 Facebook 嘅專頁或者 YouTube 嘅 channel 留言俾我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短片，希望你會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仲要訂閱我嘅頻道支持下我。訂閱完之後記得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喎，咁樣你先會收到我最新嘅通知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